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看世界上那些吓得你连个泳圈都不想带的危险泳池。这些泳池虽然颜值爆表，但搞不好一次下水就是生死未卜的冒险。废话不多说，记得订阅。我们开始吧。第10，石宇远水上乐园，中国。说起造浪池，谁不爱在波浪里拍水嬉戏？但在2019年的夏天，石宇远水上乐园的造浪池直接教游客做人。浪来了，这波是个大招。那天整个泳池挤满了人，大家热得像蒸笼里的小笼包，就等着造浪机一开，冲一波凉爽的夏日体验。结果呢，造浪机一不小心按成了龙卷风特效模式，超规格巨浪一拍，游客瞬间被掀飞，简直像人肉离心机一样，旋转上天又狠狠摔下，有的直接撞到池底的瓷砖上，场面混乱到不敢直视。更夸张的是，有人满身是血的拼命往岸边爬，担心下一波惊涛骇浪再来。最后统计，这场度假变灾难造成44人重伤，现场哭声、惨叫声混成一片，堪比恐怖片片场。事后官方解释说是设备故障、断电导致的造浪失控，可也有人怀疑操作员是不是在上班喝了几杯小酒才闹成这样。不管原因如何，去这种地方玩，下次记得买保险啊。第9，意大利 Y40 深潜泳池。朋友们，你们以为泳池就顶多3米深？错了，今天带你见识一个深得像无底洞的泳池——意大利的 Y40，全球最深的泳池，深度直达130英尺，差不多有14层楼高。是不是光听就腿软？这个泳池不是什么普通的游泳池，基本上就是专为潜水玩家打造的地表最深打卡点。它的设计有点像一个正常泳池加竖井是无底洞的组合，还有专门的潜水洞穴可以探索，甚至还有一个玻璃观景隧道，让不敢下水的游客在旁边看个够。不过我必须提醒大家，这种地方可不是你背个浮板就能去瞎闯的，每一个潜水员都要签下生死状，确保你对自己的命负责。毕竟这种深度要是搞出啥差池，救生员可能还没到达现场，你已经在水下深思人生了。第8，智利圣阿方索度假村。有没有听过一个泳池大到连游泳都懒得让你游的？这就是智利圣阿方索度假村的超巨型泳池，它可是吉尼斯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泳池，占地将近20英亩，最深的地方足足有150英尺深，容量更是达到6600万加仑。听说光从一头游到另一头得和游20个奥运标准泳池一样长，厉害吧？不过别急着换泳衣，因为禁止下水。是的，这泳池的水是直接从太平洋抽过来的，经处理后倒进池里。虽然清澈见底，但因为面积太夸张，连救生员都救不到人。想跳进去，小心保安立马吹哨赶人，劝你去划划小船或玩玩皮划艇就好。这个泳池的管理思路有点像咱有钱造但不给用，不过这样也挺好，至少看着就心旷神怡，不用担心有小孩突然扑腾着大喊救命。第7，重庆高温泳池。你们有没有体验过在桑拿房里抛出泳池的感觉？欢迎来到重庆这座夏天烧烤季的城市。2016年的一个超热夏天，气温飙到了吓人的62摄氏度，所有人瞬间开启生存模式，于是当地泳池成了全城人的避暑胜地。但问题来了，当全城人都想着同一件事，泳池就变成了人山人海的火锅底料。当时的照片简直堪称震撼，泳池里满满都是人，水的颜色已经看不清楚了，因为全被人影盖住了。有人形容场面像煮沸的饺子，你一跳进去，瞬间就和周围的人亲密无间的滚烫拥抱。更夸张的是，这么多人一起下水，不免让人怀疑水质到底能不能保住。你以为的凉快，可能下一秒就变成了细菌温泉。再加上泳池里的救生条件，别说救人了，就连动一动都可能需要踩着别人脑袋才能挤出一条路。万一发生点紧急状况，恐怕结果不敢想象。重庆的这场下饺子大赛告诉我们，避暑这件事是认真的，但安全问题更重要。下次看到这么多人，劝你还是买个西瓜回家吹冷气吧，命重要。第6，泰国红色图书馆泳池。各位，这世上有千奇百怪的泳池，但像泰国苏梅岛红色图书馆泳池这么离谱的，你一定没见过。
这池子乍一看完全不像是给人游泳的，倒像是个巨型番茄汤锅。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泳池的底砖是红色的，水是清的，视觉却是血红的，让人总有一种自己在拍恐怖片的错觉。最可怕的是，这红色池水会让人产生深浅错觉，一不小心就可能脸朝下摔出水花，再加上底部颜色让能见度变低，水下情况根本看不清楚。说白了，跳进去前心里一定要默念，这是水，不是啥古早祭祀的血池地狱。尽管如此，这泳池依然是个网红打卡地，许多人特地跑来这里拍照发朋友圈。毕竟从高空俯瞰，这红池和旁边碧绿的热带植物真的有种电影级的视觉冲击。但下水游泳，要看你够不够胆。第5，瑞典斯凯勒夫特冰泳赛。欢迎来到瑞典斯凯勒夫特，每年2月这里都会举办斯堪的纳维亚冬季冰泳锦标赛。比赛泳池是啥呢？一条从2英尺厚的冰层里直接凿出来的冰河甬道，让你一秒体验什么叫冷到灵魂出窍。这个地方离北极圈只有100英里，外面温度冷得像冰箱里的冷冻室，而水温更是0摄氏度。选手们跳下去的瞬间，脸上的表情就告诉你人生有多苦，冰水有多冷。更厉害的是，有些参赛选手还会穿着短裤或泳装游完整个25米的赛道，旁边当然有医护团队和救生员时刻待命，因为普通人掉下去顶多撑个15分钟就会因为低温失去意识，再过1小时基本就和冰块融为一体了。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热水池和桑拿房，让选手们游完后直接烫回人间温度，一边冻到快变冰棒，一边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种冰水浴超级养生，能治失眠减压还能减肥，真的让人怀疑人生啊。第4，夏威夷死亡泳池。接下来这个地方你可能要三思了，因为它可是夏威夷最危险的泳池之一。死亡泳池听名字就知道这不是随便下水的地方。位于考爱岛的火山岩海岸，这个泳池水清得像蓝宝石，温度刚刚好，就像大自然的高级无边泳池。可是这份天堂景象随时可能变成噩梦，因为这里的海浪瞬息万变，平静时风平浪静，下一秒就可能掀起巨浪，把你直接甩进岩壁上。不少倒霉的游客就是因为低估了这地方的危险性，不是被大浪卷入水底，就是直接被冲上岩石，连命都赔了。甚至有人说这地方根本不该叫泳池，而是叫命悬一线的深渊。第3，比利时尼某33。如果你觉得普通泳池已经满足不了你的冒险需求，那欢迎来到比利时的尼某33。这个泳池曾经是世界上最深的泳池，约34米深。深到什么程度？光用想象的都能让你腿软。整个泳池容纳了66万加仑的天然泉水，而且水温保持在恒温30摄氏度，让你不会冻成冰棒。但别以为这只是个深水版大浴缸，这里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里面设计了水下洞穴和各种神秘空间供人探索，而且水质清澈到即使在最深处也能看见底部，只要你有勇气往下看。不过安全第一，在这种深水池里潜水，所有人都必须有专业资格证或者带教练同行，即便是高手也得遵守规定，比如禁止独自潜水，而且年纪小于12岁的小朋友连水边都不能靠近。如果你担心自己在池底迷路，还好不用太慌，因为在这么深的地方不会有鲨鱼，但如果你不小心掉了装备，大概率只能拜拜了。第2，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无边际泳池可是个真正的心跳加速器。这座位于酒店顶层的泳池不仅是世界上最高的无边际泳池，还是改玩高度的人的专属乐园，因为泳池的高度竟然有340米。想象一下，当你在泳池里漂浮时，脚下是新加坡的繁华城市，而四周是如画的景色，那感觉简直像是在云端游泳。但是悬空游泳的感觉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享受的。对于恐高症患者来说，光是站在泳池边可能就已经能让他们的腿开始发软，心跳加速，更别提在泳池边缘漂浮了。你可能需要做深呼吸，调整心态，毕竟身下就是几百米的空旷，随时都能给你一波肾上腺素爆发的惊喜。而且天气也是这个泳池的超级挑战，
如果突然间天气变坏，风大雨大，你可能不仅得在水里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还得应对不定时的风暴洗礼。第一，赞比亚魔鬼泳池。各位，如果你以为挑战高楼游泳池已经够刺激，那我得告诉你，你根本没有见识到真正的魔鬼泳池。这座泳池位于赞比亚维多利亚瀑布的边缘，简直就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存在。魔鬼泳池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池塘，它位于瀑布的悬崖边缘，水池的四周被岩石围绕，能够有效地阻止水流将你拖进瀑布深处。对，是的，你没听错，就是瀑布边缘。这里的水是那么清澈温暖，简直是自然界的天赐泳池，适合想要体验极限挑战的人。不过一旦你踏入这个泳池，立马面临的就是生死一线的考验，因为稍微走神一下，你就有可能直接掉进世界上最恐怖的瀑布之一，掉下去可是355英尺的高度啊！虽然它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大家都想挑战一下在瀑布边游泳的极限体验，但是每年都有游客因不小心或者不熟悉环境而发生危险，甚至有人因此丧命。泳池看似宁静温暖，但隐藏的危险简直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有人开玩笑说，在这里游泳不是勇者的战场，而是挑战生死的试炼场，简直是瀑布的个人游乐园。不过玩得不小心，可能直接就掉下去了。看完这些泳池，你还敢说自己是个泳池发烧友吗？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想挑战哪个泳池？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见，拜拜。